这样还没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的观众呢，请记得马上 search Alexa Daisy，然后按一个 follow，你就可以获得最新的资讯了。欢迎收看本期的 Lex Tech， 我是 Alex。这样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，还有打开下面那个小铃铛哦。这样其实这个视频呢是非常突然的想要拍的，是因为我刚刚就如你们所见，我刚刚就是下定了这一个 Apple Watch Series 5的。这样我原本是觉得这一个 Apple Watch Series 5的这次真的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升级，因为真的外观上几乎是不变的。而让我这一次快点想买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是我的工作需求吧，就是那一个新的 display， 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方便我现在的工作环境，就是因为怎么说呢，我的工作环境就是不允许我一直看手表，而 Apple Watch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抬起手才可以看到那个时间。这样下它这个新的 display 就是即使你不抬，它也能完美的隐藏着那个资讯，至少你能看到时间之类的东西。这样这个是我最想买的原因啦。这样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那个预定现场吧。现在呢，我就是在那一个等客服那边去领机啦。这样我选这个时间是因为第一，这个时间多数很多人在上班啊，我就选这个时间去拿机。然后第二就是这个我刚刚好就是今天11点上班，所以我还有一点点时间去拿机的。这样我们现在不要浪费时间了，马上去拿机吧。首先我拿到的这一个是 Apple Watch Series 5 Nike Version 44mm GPS Space Gray 的版本啊。这样包装盒基本上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差别，这样我就不浪费你们的时间啦。里面依旧有本体、插电线、充电座，还有一些说明书，还有一个 Nike 的密集恐惧症的表带啊。那个表带的外观呢，看起来跟前一代其实是没有多大的差别啦。设计的元素也是基本上大同小异的，所以这里我就直接跳过啦。就犹如我开头讲的那样，这次 Apple Watch 最大的升级，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，就是它的这个 Always On Display 啦。这样专业点的讲法，就其实是 LTPO Display。像这一个屏幕呢，简单来讲，就是即使在没有抬起手的情况下，也能使用最低的功耗去显示时间等等这些资讯给用户看的。那这个最新的技术呢，其实不可以通过那个软件升级去让 Series 3还有 Series 4做到的。这样好处就是通俗点，你开会或者是跟朋友的时候，可以偷偷看一下时间啊，不用再特地抬起手看时间，这样尴尬啦。这样除此之外，你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在忙的时候，不再需要抬起手就能看到时间，或者是手表里面的资讯，这也是一个相当方便的一个好功能啊。那么当你的手上呢没有动或者是放下手之后，那个手表就会自动切换去那个 Always On Display 的模式啦。这样技术上来说，就是把那个屏幕换去每秒1赫兹的。这样不过呢，除了这一点之外，屏幕的体验跟显示效果都跟现在大同小异啦。60赫兹的那个屏幕依旧让那个 WatchOS 的动画显示是非常的顺畅的。续航力来说，其实 Apple Watch Series 5做到真的是很好了啦。只是这里有个问题，就是我发现它这个 Always On Display 虽然可以以最低的功耗去显示那个资讯，但是只要它用到有电的，就是真的耗电的啦。就以日常的使用来说啦，就有空看看信息啊、时间这样的使用习惯来测试。早上9点开始用到晚上9点，我先用那个 Always On Display 的结果来讲，竟然用了38天左右。也许你会觉得这个跟前代好像没有更大的差别哦，但是当我关掉 Always On Display 之后，我也吓到妈妈都不认得了啦。那个电量竟然还用了88天左右，我觉得这个数据看起来真的是蛮够力的。这样如果我关掉 Always On Display 的话，我还真的这几天不需要充电就可以连续的使用 Apple Watch 啦。那这一次的 Apple Watch 除了那个屏幕之外，也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生活小功能，例如是这个陀螺仪，看 Naps 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帮手的。那还有一个就是女性的福音啦，就是这一次有一个全新的追踪那个经期的 APP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虽然有点飞啦，不过我还是循例介绍一下啦，就是这个噪音的 APP 啦。当环绕在你身边的分贝达到影响听力程度的时候，它就会提醒你这样子。不过这个我觉得平时也没有什么用到，所以我是真心觉得它有点废的。还有就是我就快要破400个订阅者啦，下面的话你自己看啦，如果你不信的话，
这样你们还没有订阅我的话，可以先订阅先的，我会让你慢慢喜欢上我的 ，OK？ 这样其实这个 Apple Watch Series 5呢，这次虽然外观上是延续了苹果的设计语言呐，它的设计语言就是一个设计用几年，可是它里面那一些小小的软件啊，那种硬件还是带给我一点点惊喜的。那个升级对我来说还是非常的大的。在这几天的实测过程中，以日常生活的使用习惯来说呢，我也觉得这个是一款蛮值得去升级的一个产品来的哦。这样如果你是 Series 1、Series 2、Series 3的那一个用户呢，真的去升级到它吧。这样如果你是 Series 4的话呢，你有钱的话你们升级哦。这样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吧。